西班牙流感也称为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是于1918年和1920之间爆发了致命流感大流行。这种致命率超高的病毒造成了5亿人口感染，也是当时人口的1/4。当局也估计大约有2000万到5000万人死亡。当时的疫情仿佛就像龙卷风，来得快也去得快。但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成为致死人数最多的流行病的原因是什么呢？今天小乌龟就带你一同来了解。首先，在影片开始之前，假如你喜欢这一些影片，记得先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哦。每周都有奇葩的知识或者真实事件解说等着你。当时的疫情总共有3波的起伏。第一波发生在1918年的春天，位于美国堪萨斯州芬斯顿军营的士兵开始出现了感冒症状，但是这些症状的影响不怎么大，所以小乌龟今天不会在第一波疫情里提到太多的细节。西班牙流感这个名称其实是一个误会，当时法国疫情大爆发的时候，病毒也飘到了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没有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当时的国王也没有实施战时审查机制，也就是媒体可以在国内自由的报道。就刚好是那个时候病毒来了，媒体就开始大规模公开报道疫情，令当时的人民以为西班牙的疫情好像特别严重，导致这场大流行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第二波疫情的开始是在1918年的8月，当时英国的船刚刚离开塞拉利昂共和国时，就有许多船员开始出现比第一波疫情更严重的症状。首先他们会感到莫名的紧张不适，接下来就会开始寒战、头痛，并开始出现第一波疫情有的感冒症状。接下来他们会开始出汗，因为出汗量莫名的大而导致极度口渴或是精神混乱。最后他们会感到非常嗜睡，导致死亡。其实后来有人研究到，本疫情致死率那么高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细胞素风暴。细胞素风暴又称免疫风暴，是一种不适当的免疫反应，是细胞因子和免疫细胞间的正回馈回路而产生。说简单一点，这就是免疫系统对外来物入侵身体的一个保护装置。但是因为免疫系统过度反应，不仅消除入侵者，也对自身造成伤害。时间回到1918年的8月，英国的那艘船回到英国之前，就有3/4的船员感染到此病，7%的船员因此死亡。病毒可不是跟你闹着玩的，这些症状也发生在其他船只上，其他船员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很快的，病毒因为这些船只快速的传开，8月底的时候，病毒正式从波士顿人工码头登上美国大陆，开始了它在美国所谓的旅行。它很快在美国内以光速传开，每月死亡人数以上万起跳，光是当年10月的死亡人数就有20万。城市也慢慢的开始限制市民的足迹，禁止他们到公共场所、学校、教堂、电影院、舞厅、运动场等等拥有许多人同时进出的公众场所，通通关闭，时间长达1年。横跨大西洋回到欧洲，病毒也在英国登陆，在欧洲大陆快速的传开，在法国爆发了更为严重。9月时，病毒在欧洲和美国普遍的传开，数星期内就往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蔓延。这一波的流感大流行和其他流感最不同的是，一般流感的死亡案例大多是老年人还有幼年人偏多。想不到的是，这次大流行死亡案例的年龄大多数都落在20到40岁之间，也就是青壮年人口占了大部分的死亡人数。原因可能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细胞素风暴，当时免疫力最好的青壮年人口反而最容易引起强烈的过度免疫反应而致死。当时因为没有全民卫生保健系统，公共卫生保健完全是一个奢侈品，你还要见到医生都很难呢。即使你有钱去看了医生，医院的环境都不一定是好的。当时医疗体系不是很完善，有些医院过小，里面很拥挤；有些医院没有足够的医疗器材，病人直接死在病床上；有些医院甚至没有清洁前一个死亡患者躺过的床，并且重复使用，造成了许多病例。当时在台湾，疫情在1918年6月首次出现在基隆港，借由纵贯铁路把病毒往南下传到新竹、台中、台南、高雄，也就是当时的打狗等地方，也借由海运传到了花莲以及澎湖。到了12月中旬才结束，总共造成了4万余人死亡。最后，全球的死亡人数一直在攀升，从1000万到2000万，从2000万到5000万。当时全球有1/4的人口，也就是5亿的人都感染过这个病毒。此病毒的来源到现在还是依旧不明。研究指出，此病毒的病毒株就是 H1N1 新型流感病毒，跟2009年发生的疫情是同一个病毒株，而此大流行也造成了许多影响。例如，年轻的男性受打击，病毒的发源地被怀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营中，大多数的死亡人数为男性，男性人口的损失甚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损失的人数还要多。当时许多国家已经没有年轻男性经营家庭生意、管理农场、接受职业培训，还有贸易培训、结婚及抚养子女。没有人可以补足成千上万男性丧失带来的损失，但经济实力薄弱的国家也因为劳动力不足受到了打击。
撼动国家性别平权。当时因为缺少了千万个男性，劳动力严重不足，女性也慢慢的开始步入职场，加入就业大军。1920年时，美国女性的就业人口就占总数的21%，当时的薪资也开始慢慢上涨。这整个大爆发造成了世界人口的损失，也给世人一个警惕。之后，人们就开始提高医疗服务品质，增加生产医疗器具，为下次前所未有的病毒做准备。假如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记得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奇葩知识和政治事件解说每周等着你。我们下一部影片见，拜拜。